为了拯救招不到人的日本自卫队，日本防卫省在8月30号拨出了100亿日元补贴，还提出了使军职更具吸引力的战略，透过提高薪资津贴来和民间部门抢人才，包括提高士兵待遇、优化女兵生存环境以及更大更好的牛排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，兵也是如此。相对于待遇和生活环境，一顿好饭有的时候更能提升士气，吸引普通人入伍。今天大兵就和各位聊聊东亚各国军队的伙食情况。熟悉二战历史的观众或许知道，二战时期日本各军种之间伙食的差别非常之大。在陆军马路就着盐水啃饭团的时候，大和号上却是海鲜加牛排，即便是最底层的水手，吃的也比陆军军官要好。到了现在，日本自卫队这种现象依然存在。我们以陆自所属的岩手警备队为例，他们的午餐包含了咖喱饭、炸牡蛎、蔬菜沙拉、清汤、水煮蛋和牛奶，营养均衡，餐量正常。霞木驻地的午餐则更为丰富了，包括鳗鱼饭、猪排饭、蔬菜沙拉、汤和高钙牛奶。然而航空自卫队的情况就有些不尽如人意了，甚至之前还爆发过舆论情况。2021年，在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一组照片，显示了航空自卫队所属的横田基地的早餐情况，包括了烤秋刀鱼、腌鳕鱼、水煮萝卜干、米饭和萝卜汤，可以用穷酸来形容了。不仅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，量也不足以满足成年男性的需求。网友们在评论区中委婉地指出了这一点，甚至有人将其与日本监狱的餐谱进行了比较，发现自卫队的早餐甚至还不如服刑人员。午餐方面，横田基地提供的是米饭、麻婆茄子、凉拌海蜇、萝卜汤和一瓶养乐多。虽然餐量比早餐稍大，但营养依然不均衡，缺乏蛋白质，主要能量来源是米饭和养乐多。经历了舆论事件后，横田基地的伙食似乎有所改善。2023年11月，该基地公布了新的午餐实拍图片，餐食包括了寿喜烧、萝卜汤、无菌蛋、芥末酱菜和米饭，晚餐则包括了肉酱意大利面、蔬菜沙拉、牛角包和一小份水果酸奶。这些餐食看起来更加丰富，餐量也有所增加。与此同时同为航自的三泽基地的午餐则显得更为丰富，包括肥牛窝蛋盖饭、炸肉块、芥末酱菜、清汤、苹果露和番茄。而松岛基地的午餐则包括了空气炸鸡、炒饭、芥末酱菜和菠菜土豆味噌汤，虽然有荤有素，但餐量相对较小。当然，伙食最好的还属海上自卫队，毕竟人家天天在船上晃荡，一出海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。为了缓解压力，福利待遇好一点也是正常的，这是世界公认的惯例。以海自的武鹤基地为例，同样是午餐，海自的午餐包括了咖喱牛肉饭、炸猪排、炒鸡蛋、酱菜和蔬菜沙拉，还有菠萝和饮料，营养均衡，餐量正常。在介绍台湾军队伙食之前，大兵想吐槽一句，台湾的伙食看起来怎么比自卫队更加日本呢？以台湾陆军步兵第203团为例，其早餐包括了油饭、饭团、粽子，搭配上香酥的面包，与富含蛋白质的茶叶蛋或水煮蛋，能够快速补充作战所需要的碳水和蛋白质。不过蔬菜的缺乏让这一餐略显寡淡。午餐以58炮兵指挥部为例，中餐包括2道主菜和4道副菜，还有小菜、咸汤、甜汤、水果以及每日更换的面食、关东煮等。这些食物不仅种类多，还考虑到了口味和营养均衡。比如深受58炮兵指挥部士兵喜欢的里脊炸猪排，就必须裹上地瓜粉、鸡蛋清和面粉，然后油炸制作，费时费力。之前有博主到台陆军装甲第542旅采访，发现该部队伙食好到令人羡慕。午餐包括了炸鱼片、佐塔塔酱、椒盐头子牛、香菇炒高丽菜、蒲烧鳗鱼蒸蛋、鲜虾薯球、蒜香总烩热狗堡等等，而且采用自助形式，明显比大兵刚刚举例的58炮要好了很多。而且该视频一经播出，就有台湾网友指出，542旅伙食看起来很好，是因为摄像头效应，是将1个星期的伙食费都用到了1天了。不过之后相关部门进行了辟谣，称士兵真实餐食情况就是这样。至于真实情况大兵也难以分辨，希望了解相关情况的观众能在评论区分享真相。
晚餐呢是一天训练后的犒赏，多采用自助式，一般以各种便当为主，士兵可以选择鸡排、排骨、鸡腿等美味便当，据说每份拿到外面卖都可以卖到100新台币以上。而且每餐呢会配有运动饮料和新鲜水果，确保士兵们能够获得全面的营养补充。在特别的日子里，台湾军队还会提供加热式餐盒，这种新式的饮食方式呢，不仅方便快捷，更是美味可口。加热式餐盒内呢有多种口味，包括鸡肉、猪肉、牛肉和素食，满足了不同口味和需求的士兵。台湾军队的炊事兵通常是具有专业的烹饪技能，有的甚至拥有厨师资格。他们不仅负责日常的烹饪工作，还需要负责厨房的清洁和卫生。此外，台湾军队的食物采购过程严格，以确保食材的质量和安全。台军的伙食还注重营养均衡，每餐都会精心计算食物的总热量，确保不低于当天训练的消耗。如果热量不足，负责人会受到批评。然而，并非台湾所有部队都有这么好的伙食待遇。一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友指出，某些部队的伙食和罐头餐差不多。总的来说，台湾军队的伙食在种类、口味和营养上都有一定保证。虽然不能一概而论，但至少在一些部队中，伙食条件是相当不错的。截止2022年7月，韩国军队的伙食费用为每人13000韩元，即每餐4333韩元，约合3.3美元。但是由于军队餐厅价格便宜，韩国军人实际吃到的往往价值是要高于这个数的。同时，由于军官食堂和士兵食堂合并，对于底层士兵来说，吃的也相对好一点。不过就算这样，韩国军队的伙食和日本、台湾比较起来，也是显得相对寒酸，并且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血泪史。在2010年之前，韩国陆军伙食的标准是1饭3酱，也就是1份米饭、2样配菜以及1份汤组成。虽然号称有3种配菜，不过菜品都相对单一。在1970年，江原道的部队中的伙食为土豆汤、炒土豆、炖土豆等，纯的马铃薯开会。到了1980年代，韩国的纺织业开始崛起，大量养殖场产出了很多不需要的绵羊，于是这些羊就被送到了军队。由于当时厨师不知道如何处理羊肉，加上产羊毛的羊本身就不太好吃，因此当时的韩军餐厅里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羊膻味。虽然有些异味，但是作为稀少的肉品，当时韩军还是非常喜欢羊肉的。从1985年开始，韩军开始供应牛奶，但是一开始只供应给首都圈的部队，同时炸鸡和汉堡也出现在餐厅中。到了1990年代，韩军将1饭3酱升级到了1饭4酱，但菜品依旧非常匮乏。据说由于伙食不好，部分士兵会拿家里寄来的钱到军队外面去买吃的。韩国军队真正能吃得好点还要从2010年开始。在2013年，由士兵互助会对于军用供应业务进行了重组，开始由民营企业向军队供给食物。最早实施民用货物供料的2支部队是韩空军第11战斗机联队和海军陆战队第2师下属营。虽然部队伙食好了，但遭到了之前负责部队供给的韩国农业合作社的抗议，最终韩国军队伙食商业化的计划就失败了。当时韩军一餐的费用为2051韩元，不到驻韩美军的一半，甚至不如小学提供的校餐。这意味着经过艰苦训练的士兵比韩国小学生吃的还少。几乎所有韩国军队的前成员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，即韩国军队的军营食品质量差，味道无味，甚至创造了便便汤这个词儿。韩国作为一个经济强国，部队伙食却如此落后，外加北边的金将军也在虎视眈眈，各种压力逼迫政府和军队高层注重提升部队的饮食。在2013到2014年，韩军启动了改善食品试胆项目，利用统计学改进军队中最受士兵欢迎的食物。以2021年韩国陆军第1军团的午餐为例，总热量为1600大卡，菜品包括1个鸡腿、1勺意大利面、1团米饭、甜甜圈、腌黄瓜和乌冬面汤，以及1份酸梅汁。虽然和其他军队比起来，这份午餐显得有些寒酸，比如腌黄瓜一般算是佐料，但在韩军这里却变成了配菜。另外，韩国军队虽然声称会不定时地提供鲍鱼、鳗鱼等高端食材，但据知情人士所说，
军队伙食中的鲍鱼非常小，是饭店和超市都不要的那种，而鳗鱼一般呢，也是被厨师精湛的刀法切到分子级，以含有鳗鱼的汤的形式存在。总体来看，虽然韩国军队经过了长期改革，试图改善其军队伙食，但和其他国家相比，即便是现在，韩军的伙食也是一言难尽。更是有士兵吐槽称军队伙食不如少管所，这问题已经困扰韩军多年了，但难以根治。有消息称，韩国国防部将于2025年后将所有军队食材改为竞标制采购，届时韩军的军营餐是否会有改变，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当然，讲完韩国，我们还得再提提北韩。北韩呢，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军队占比，拥有120万现役军队，这意味着北韩无论男女，每25人中就有1人是军人。想必各位观众都十分奇怪，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，养军队是一件非常费钱的事情，而北韩是一个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，甚至在2018年还爆发了饥荒。一个经济生产如此落后的国家，是怎么养得起这么多的军队呢？士兵们又在吃什么呢？金将军答案很简单，既然军队消耗高，为什么不让军队也投入生产呢？当一个17岁的年轻人加入朝鲜军队后，他们并不会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从事军事训练，而是会返回农村从事农业活动，或者在建筑工地建设主体大楼。据韩国的资料，在110万朝鲜现役部队中，每年会有24万人固定地从事生产建设活动。至于那些根据情况灵活从事生产活动的朝鲜军队，则无法统计了。当年轻军人作为廉价劳动力，朝鲜成功地养活了世界上占比最高的军队。然而，即便是这样，朝鲜的粮食产能依旧非常捉襟见肘，甚至在2023年将士兵口粮从620克减少到了580克。据一位脱北者的爆料，朝鲜军队士兵的菜单是365天固定不会改变的，标准餐是一碗30%的白米饭和70%的玉米粉，一碗生菜和酱油汤，配菜有盐渍萝卜、大豆炸萝卜和卷心菜沙拉，而肉类和海鲜只能在节日，例如领袖生辰时才能获得。即便这样，加入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依旧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，因为朝鲜有一条先军政策，即国内的一切都要优先军队。所以别看朝鲜军人吃得差，这顿伙食其实已经相当于平壤中产阶级的水平了。当然，缺乏训练、缺乏蛋白质，毕竟会导致朝鲜军队的战斗力远远低于正常军队水平。不过有主体思想加持，真实情况也难说。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发表在评论区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